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瓦匠向美妇讨水喝，端过碗一看，却偷偷朝水里撒了把土。可死我了！烈日炎炎下，一个满脸汗水的瓦匠，踉踉跄跄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。这瓦匠名叫李大山，是个手艺不错的匠人，平日里走南闯北，给人修房盖瓦。今儿个他刚给一个村子修完屋顶，正急着赶回家呢。不料这天气热得跟蒸笼似的，走了没多远，他就觉得口干舌燥，嗓子眼直冒烟。正当他四处张望，想找户人家讨口水喝时，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院。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，院门口还种着一排排翠绿的竹子，随风摇曳，显得格外清凉。李大山心中一喜，快步走上前去，轻轻敲了敲门。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一个身着素衣、面容娇美的妇人出现在他面前。这妇人年纪约莫20出头，眉眼如画，皮肤白皙，嘴角挂着一抹温柔的微笑，仿佛能驱散夏日的炎热。这位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妇人轻声问道，声音宛如黄鹂出谷，清脆悦耳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我是过路的瓦匠，走得急，没带水，能不能给我一碗水喝呀？李大山喘着粗气，急切地说道。妇人闻言微微一笑，转身进了屋，不一会儿就端着一碗清水走了出来。那水清澈见底，还冒着丝丝凉气，一看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大哥，您先喝着，我再去给您倒点。妇人说着就要转身回屋。李大山接过碗，正要一饮而尽，却突然瞥见妇人转身时，眼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之色。他心中一凛，不由得多留了个心眼儿。他假装喝水，实则只是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借着阳光仔细观察起碗里的水来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李大山顿时吓得差点把碗扔出去。只见碗底沉着一层细细的黄土，那土颜色暗黄，质地细腻，显然不是寻常之物。他心中暗自嘀咕，这大妹子好端端的，为啥要往水里撒土呢？莫非……想到这里，李大山故意咳嗽了一声，把碗放回桌上，说道：大妹子，你这水真甜，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喝不惯凉水，能不能给我烧点热水啊？妇人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微笑着说道：当然可以，您稍等片刻。说着，妇人转身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就端着一壶热气腾腾的水走了出来。李大山接过水壶，倒了一杯，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，确认没问题后才放心地喝了起来。喝罢水，李大山感激地说道：大妹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这水真是救了我的命啊。妇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大哥客气了，出门在外，谁没有个难处呢？能帮一把是一把。李大山点点头，心中却越发觉得这妇人不同寻常。他谢过妇人，正要告辞，却见妇人突然神色凝重地说道：大哥，你可知这附近有个叫鬼头山的地方？李大山一愣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不曾听说，大妹子为何突然提起这个地方？妇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实不相瞒，这鬼头山是个不祥之地，传说里面住着一只凶猛的恶鬼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，就会出来害人。村里人害怕极了，都纷纷搬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这座小院。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寒意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，又怕他何来？于是说道：大妹子，你别怕，我李大山别的本事没有，但一身正气还是有的。那恶鬼要是敢来，我定会让他有来无回。妇人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，
说道：“大哥真是好样的，不过那恶鬼凶猛异常，您还是小心为妙。”李大山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妹子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”说罢，李大山辞别妇人，继续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他心中暗自思量，这妇人看似柔弱，但言行举止间却透着一股不凡之气。那鬼头山的恶鬼，或许真的存在，也未可知。想着，李大山不觉加快了脚步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走出这片乡间小路时，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。他心中一惊，连忙循声走去，只见前方不远处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坐在地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李大山心中不忍，连忙上前问道：“老奶奶，您这是咋了？有啥事儿您跟我说，我帮您想想办法。”老妇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哭得更加伤心了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外地人吧？你可不知道，这附近有个鬼头山，里面住着一只恶鬼，每到晚上就会出来害人。我儿子前几天上山采药，就再也没回来，肯定是被那恶鬼给害了。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不由得一沉，暗想这鬼头山的恶鬼果然名不虚传。他安慰了老妇人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“老奶奶，您别哭了，我李大山别的本事没有，但一身正气还是有的。我这就上山去，帮您把那恶鬼给除了。”老妇人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之色，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真是好人啊！你要是能帮我除了那恶鬼，我老婆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你的恩情。”李大山摆摆手，说道：“老奶奶，您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说罢，李大山告别了老妇人，独自一人朝着鬼头山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他披荆斩棘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了鬼头山的山脚下。只见这山势陡峭，怪石嶙峋，山上云雾缭绕，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。李大山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，开始沿着山路攀登。一路上，他遇到了许多凶猛的野兽，但他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，一一将它们制服。终于在太阳即将落山之时，他来到了山顶。只见山顶之上有一座破败的古庙，庙门紧闭，四周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阴气。李大山心中一凛，知道那恶鬼就藏在里面。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古庙，突然庙门大开，一股强大的阴风扑面而来，紧接着一只身形高大、面目狰狞的恶鬼从庙中冲出，直奔他而来。李大山见状毫不畏惧，拔出随身携带的挖刀，与恶鬼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只见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照在了恶鬼的身上。恶鬼顿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开始逐渐萎缩，最终化为一滩脓水。李大山见状，心中大喜，知道是那妇人在暗中相助。他转身望去，只见那妇人正站在不远处，微笑着看着他。“大妹子，原来是你！”李大山惊喜地喊道。妇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果然是个英雄，那恶鬼已经被你除掉了。”李大山感激地说道：“大妹子，多亏了你暗中相助，不然我这条命恐怕就交代在这里了。”妇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我并非凡人，而是这鬼头山的山神。那恶鬼原本是我座下的一只灵兽，不料他心生恶念，背叛了我，逃到这山上为非作歹。我本想亲自出手将他除掉，但无奈我身为山神，不能轻易离开此地。幸好遇到了你，不然这附近的百姓恐怕还要遭受他的毒害。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敬意，说道：“大妹子，你真是了不起。你放心，我李大山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也知道知恩图报。
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”妇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果然是个好人。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不能在这里久留。你且先下山去吧，日后有缘，我们自会相见。”说罢，妇人化作一道金光，消失在天际。李大山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转身下山，一路上他回想起这段离奇的经历，心中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。回到家中，李大山把这段经历讲给了乡亲们听，大家都惊叹不已，纷纷称赞他是个英雄。而李大山呢，也凭借着这段经历，在乡间赢得了极高的声望。然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他都会想起那位美丽的山神，想起那段离奇的经历。他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再见，但他知道那段经历将会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回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，李大山也从一个年轻的瓦匠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然而他的心中却始终保留着对那位美丽山神的思念和敬仰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躺在床上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位美丽山神的身影。他微笑着看着他，仿佛在说：“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李大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，心中充满了宁静和满足。他知道，他终于可以见到那位美丽的山神了，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的缘分。李大山这一闭眼，却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直接见到那美丽的山神。相反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鬼头山脚下，而且时间仿佛倒流，回到了他年轻时与山神相遇的那一天。这是咋回事儿？李大山心里直犯嘀咕，他低头看看自己，还是那副年轻力壮的模样，手里还攥着那把陪伴了他多年的瓦刀。莫非我这是又活过来了？李大山心里想着，不由得使劲掐了自己一把，疼得他直咧嘴。看来这并不是梦。既然不是梦，那这是咋回事呢？李大山琢磨着，决定先上山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答案。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攀登，一路上那些曾经被他打败的野兽，竟然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李大山心里一惊，暗想这不会是那恶鬼的幻术吧？但转念一想，他又觉得不对，因为那些野兽的眼神中并没有丝毫的恶意，反而透着一股亲切和友善。咋回事呢？李大山心里越发犯嘀咕了。他加快脚步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山顶的古庙前。只见古庙的大门紧闭，四周依然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阴气，但那股阴气中却似乎又夹杂着一丝熟悉的气息。李大山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推开了庙门。庙内昏暗无光，只有几缕阳光从破败的屋顶缝隙中透射下来，照在中央的一个石台上。石台上竟然摆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，香炉中还插着3根正在燃烧的香。李大山心中一惊，暗想这香炉咋这么像那山神给我的那只呢？他走近一看，果然没错，这香炉正是他当年离开时山神送给他的信物，说是可以保佑他一生平安。莫非这是山神在指引我啥？李大山心里想着，不由得跪在香炉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。磕完头，他抬起头，突然发现那3根香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燃烧殆尽，化为了3缕青烟，袅袅升起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从青烟中射出，直奔李大山的额头而来。李大山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就失去了知觉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中的床上，周围是他的家人和乡亲们，一个个都面露喜色，仿佛他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。这是咋回事儿？李大山揉着脑袋，
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大山啊，你可算是醒了。”一个乡亲激动地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昏迷了3天了？”昏迷了3天？李大山一愣，心里不由得想起了那段离奇的经历。对呀，那天你上山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我们大家都以为你遇到了啥不测呢。没想到今天早上，我们突然在山脚下发现了你，你当时昏迷不醒，我们就把你抬回来了。另一个乡亲补充道。李大山闻言，心中越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他问道：“那我昏迷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啥奇怪的事儿？”乡亲们闻言都纷纷摇头，表示啥也没看见。但李大山的心里却已经有了计较。他相信那段经历绝非虚幻，而是真实发生的。而且他隐隐觉得这事儿与那山神有着莫大的关系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李大山决定再次上山。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而是悄悄地一个人出发了。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攀登，很快就来到了山顶的古庙前。只见古庙的大门依然紧闭，但那股阴气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李大山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只见庙内依然昏暗无光，但石台上的香炉却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咋回事呢？李大山心里越发犯嘀咕了。他四处寻找，却啥也没发现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他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身着素衣、面容娇美的妇人正站在他的身后，微笑着看着他。“大妹子，是你！”李大山惊喜地喊道。妇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李大山一愣，问道：“大妹子，你这是啥意思？还有，我为啥会昏迷3天？那香炉又去哪儿了？”妇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别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原来那山神在除掉恶鬼后，为了防止他再次复活，就将自己的元神封印在了那只香炉中，而李大山则是他选中的守护者，只有他才能解开这个封印。但封印一旦解开，山神的元神就会消散于天地之间，而李大山也会因此失去所有的记忆。所以山神在封印前特意给李大山留下了一段记忆，让他在自己昏迷后能够再次上山，解开封印，释放他的元神。而李大山昏迷3天，正是因为他在无意识中与山神的元神进行了沟通，接受了这个任务。至于那香炉，则已经被山神收回了体内，等待着他来解开封印。原来如此。李大山闻言，心中豁然开朗，他说道：“大妹子，你放心，我李大山说到做到，一定会帮你解开这个封印的。”妇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相信你。不过在解开封印之前，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”“啥事儿？”李大山问道。“你要找到那个恶鬼的巢穴，将它彻底摧毁，否则他还是会再次复活的。”妇人说道。李大山闻言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豪情。他说道：“大妹子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找那恶鬼的巢穴，将它彻底摧毁。”说罢，李大山告别了妇人，独自一人朝着恶鬼的巢穴进发。一路上，他披荆斩棘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那个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巢穴。只见巢穴中，那恶鬼正蜷缩在角落里，瑟瑟发抖，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。李大山见状，不由得冷笑一声，拔出随身携带的袜刀，就朝着恶鬼砍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金光从恶鬼的体内射出，直奔李大山而来。李大山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就失去了知觉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中，而且他的手里竟然还握着那只香炉。这是咋回事儿？李大山心里直犯嘀咕，
他低头看看香炉，又看看自己，突然他明白了什么。原来那恶鬼在临死前，竟然将自己的元神与香炉融为了一体，企图借助香炉的力量再次复活。而李大山则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个挑战，与恶鬼的元神展开了最后的较量。而最终的结果显然是李大山赢了。他不仅摧毁了恶鬼的巢穴，还成功地将香炉中的元神重新封印了起来。但这也意味着他再也无法见到那位美丽的山神了，因为他的元神已经随着香炉的封印消散于天地之间了。李大山望着手中的香炉，心中充满了失落和惆怅。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，但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李大山又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依然保留着那只香炉，每天都会对着它发呆，仿佛在回忆着那段离奇的经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躺在床上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位美丽山神的身影。他微笑着看着他，仿佛在说：“大哥，你做得很好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李大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，心中充满了宁静和满足。他知道，他终于可以见到那位美丽的山神了，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们的缘分。然而，当他的灵魂飘离身体，飞向那遥远的天际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竟然还跟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“大妹子，你咋也来了？”李大山惊讶地问道。那妇人微笑着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忘了吗？我们的缘分是永远都剪不断的。”李大山闻言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他紧紧地握住妇人的手，一起朝着那遥远的天际飞去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瓦匠外出4年，回家后村民都怕他。邻居，你去墓地看看。您瞧瞧，这不是老李家那瓦匠吗？出去这么多年，可算是回来了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几个晒太阳的老太太瞅见远处走来的身影，纷纷招呼起来。那瓦匠名叫李二柱，40来岁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，肩上扛着个破旧的工具箱，脸上带着几分风尘仆仆的疲惫，但眼神却异常明亮。他停下脚步，憨厚地笑了笑：“婶子们，我回来了。这些年村里咋样啊？”“好着呢，好着呢，就是你这一走4年，村里可发生了不少事儿。”一个老太太边说边摇头，眼神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畏惧。李二柱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感觉到村里人的态度有些不对劲，尤其是那畏惧的眼神，让他心里直犯嘀咕。他也没多想，毕竟4年没回家了，先回家看看才是正经。回到家，老宅还是老样子，只是多了几分荒凉。李二柱放下工具箱，简单收拾了一番，便想着去邻居家串串门，打听打听这些年村里到底发生了啥。刚走到邻居家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压低声音的议论：“哎，你说这李二柱回来，咱们得离他远点，可别沾了晦气。可不是吗？4年前他走的那晚，村里就发生了怪事，从那以后村里人就没一个不怕他的。对，我听说那晚墓地那边还有哭声，第2天一看，墓碑都歪了，吓得我好几天没睡好觉。”李二柱一听，心里那叫一个惊讶，自己不过是出去干了几年瓦匠活，咋就整出这么多邪乎事儿来了？他推开门走了进去，邻居们一看是他，脸色立马变得尴尬起来。“二柱啊，你回来了，快坐快坐。”邻居老张赶紧招呼他坐下，眼神却躲躲闪闪的。“老张哥，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走的时候村里还好好的呢。”李二柱开门见山地问。老张叹了口气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了口：“二柱啊，
这事儿说来话长。你走的那天晚上，村里墓地那边突然传来哭声，吓得大家伙都不敢出门。第二天一看，墓碑都歪了，还有几座坟被挖开了。村里人都说这事儿跟你走之前去墓地那边转悠有关。啥？我去墓地转悠？这怎么可能？李二柱一听，差点没跳起来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自己走的那天晚上是在家里跟媳妇告别，压根没去过墓地。可村里人都这么说呀，而且从那以后村里就怪事连连，不是这家丢鸡，就是那家丢羊，还有人说晚上能听到哭声。大家都说这是你在外面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回来了。老张说完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二柱的反应。李二柱气得直咬牙，他知道自己这是被冤枉了。他决定一定要查清楚这事儿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二柱就拿着工具箱直奔墓地而去。他想看看那墓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到了墓地，李二柱一看，果然有几座墓碑歪了，还有几座坟被挖开了。他仔细查看了一番，发现墓碑上的痕迹像是被人故意弄乱的，而不是自然倒塌。哼，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的鬼。李二柱心里暗想，他决定先把墓碑扶正，再想办法找出幕后黑手。正当他忙活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迅速闪过，消失在树林里。谁？给我出来！李二柱大喝一声，追了上去。那黑影跑得飞快，李二柱追了好一会儿，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追上了他。一看，竟然是同村的二狗。二狗，你跑啥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李二柱一把揪住二狗的衣领，质问道。二狗吓得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是我只是路过。”路过？那你为啥跑？还有墓地的事儿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李二柱眼睛一瞪，吓得二狗直哆嗦。二狗见瞒不过去，只好实话实说：“二柱哥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村里的赵老财让我干的。他说只要你回来了，就让我制造点事端，让大家伙都怕你，这样他就能趁机占你家的地了。”赵老财，这个老东西竟然敢这么干！李二柱一听，气得火冒三丈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赵老财这个奸诈小人给算计了。李二柱带着二狗回到村里，把事儿跟大伙一说，大伙儿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赵老财搞的鬼。大伙儿纷纷表示要一起去找赵老财算账。赵老财一看大势已去，吓得赶紧求饶：“二柱啊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了我吧。”“饶了你？没门儿！”李二柱一把将赵老财推到地上，怒喝道：“你这种人就该受到惩罚！”大伙一听，纷纷附和，要把赵老财送到官府去。赵老财见状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地跑了。从那以后，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，大伙儿对李二柱的态度也恢复了正常。李二柱也重新开始了他的瓦匠生涯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然而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但在李二柱心里却始终留下了一个阴影。他始终不明白，为啥赵老财会突然针对自己，难道仅仅是为了占自家的地吗？有一天晚上，李二柱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突然想起自己走的那天晚上，曾经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遇到过赵老财。当时赵老财神神秘秘地跟他说了一些话，还给了他一个包裹，让他路上小心。李二柱猛地坐了起来，他记得自己当时没在意那个包裹，直接放在了工具箱里。他赶紧下床，打开工具箱一看，果然找到了那个包裹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块黑色的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。难道
这事儿跟这块玉佩有关。李二柱心里暗自琢磨，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找村里的老道士问问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二柱就带着玉佩找到了老道士。老道士一看玉佩，脸色立马变得凝重起来。这块玉佩乃是一块邪玉，上面刻着的是邪咒，你若是长期佩戴，必会遭来灾祸。老道士说完叹了口气。李二柱一听，吓得直冒冷汗。他这才明白，为啥赵老财会突然针对自己，原来是为了这块邪玉。那现在咋办？李二柱紧张地问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老道士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，贴在了玉佩上。只见那符纸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缕青烟，玉佩上的邪咒也随之消失。好了，现在这块玉佩已经没事了，你把它收好，别再让它落入坏人手里。老道士说完，把玉佩递给了李二柱。李二柱接过玉佩，感激地说：“多谢老道士，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”老道士笑了笑，摆摆手说：“别客气，快回去吧，以后遇到啥事儿，记得来找我。”李二柱告别了老道士，回到了家里。他把玉佩小心翼翼地收好，决定再也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从那以后，李二柱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。他继续干着他的瓦匠活，偶尔还会去村里串串门，跟大伙儿聊聊天。大伙儿也都喜欢跟他打交道，因为他是个实在人，也是个好人。然而李二柱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，那块邪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赵老财为啥要把它给自己？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，始终笼罩在李二柱的心头。他知道，要想解开这些谜团，就必须找到赵老财，问个明白。于是李二柱开始四处打听赵老财的下落。然而赵老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李二柱找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。直到有一天，李二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满是皱纹，正是赵老财。赵老财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李二柱大喝一声，冲了上去。赵老财一看是李二柱，吓得浑身一颤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二柱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李二柱一把揪住赵老财的衣领，怒喝道。赵老财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二柱啊，我也是被逼的。那块邪玉是我从一个神秘人手里买来的。他跟我说，只要把这玉给你，你就能帮我占你家的地。我也是一时糊涂啊。神秘人，他是谁？他在哪里？”李二柱追问道。赵老财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给了我玉之后就消失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”李二柱一听，心里更加疑惑了。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他为啥要这么做？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些问题就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在李二柱的心头。他知道，要想解开这些谜团，就必须找到那个神秘人。然而神秘人就像幽灵一样，无影无踪，根本找不到他的踪迹。从那以后，李二柱开始更加努力地寻找神秘人的线索。他走遍了附近的村庄，打听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神秘人的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村后的山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头。那老头穿着一身破旧的道袍，头发花白，胡子拉碴，看起来就像个流浪汉。然而他的眼神却异常明亮，仿佛能洞察人心。李二柱一看这老头，就觉得他有些不一般。他走上前去，试探地问：“嘿，老头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”老头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在等一个人。”“等人？等谁呀？”
李二柱好奇地问。老头没有回答，只是上下打量着他，仿佛要看穿他的灵魂。李二柱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忍不住又问：“嘿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为啥在这儿等我？”老头这才开口：“我乃云游四方的道士，名叫玄机子。我在此等你，是因为你身上有一件不该属于你的东西。”李二柱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玉佩，难道这老头说的是他？玄机子微微一笑，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：“没错，我说的就是你怀里的那块邪玉。这块玉本不属于你，也不该留在人间。”李二柱一听，心里更加疑惑了，这玉到底是啥来历？玄机子叹了口气，缓缓道来：“这块玉乃是一块上古邪玉，上面刻着的是上古邪咒。它原本被封印在深山之中，被一个神秘人发现，并用来为非作歹。我追踪他多年，没想到他竟然落到了你手里。”李二柱一听，吓得直冒冷汗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玄机子说：“别担心，我既然找到了你，自然会帮你解决这事儿。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这块玉你是怎么得到的？”李二柱如实说了赵老财的事儿。玄机子听完，点了点头，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个赵老财也是被人利用了。不过他既然敢把这玉给你，就得付出代价。说完，玄机子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，念了几句咒语，然后贴在了玉佩上。只见那符纸瞬间燃烧起来，化作一缕青烟，玉佩也随之变得暗淡无光。好了，现在这块玉已经失去了邪力，你可以把它交给我处理了。玄机子说完，伸出了手。李二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玉佩交给了玄机子。他心里明白，这块玉留在自己手里，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玄机子接过玉佩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叹了口气：这块玉虽然失去了邪力，但它的本质还是邪恶的。我必须把它带到深山之中，重新封印起来。李二柱点了点头：那就麻烦你了，道长。玄机子微微一笑：无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回去后记得告诉村民们，不要再被这块玉所迷惑了。李二柱告别了玄机子，回到了村里。他把事儿跟大伙儿一说，大伙儿都松了口气，纷纷感谢李二柱解决了村里的灾祸。然而李二柱心里却始终有一个疑问：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他为啥要这么做？为啥要把这块邪玉给自己？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这些问题就像一座座大山，压在李二柱的心头。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那个神秘人，问个明白。于是李二柱开始更加努力地打听神秘人的线索。他走遍了附近的村庄，甚至远赴他乡，寻找关于神秘人的消息。然而神秘人就像幽灵一样，无影无踪，根本找不到他的踪迹。李二柱找了好久，都没有任何收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遇到了一个算命的老头。那老头自称铁口神算，能算出人的前世今生。李二柱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试试。他走到老头面前，说：“嘿，老头，你能算出我身上的事儿吗？”老头瞥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能算出，但你得先告诉我，你想算什么？”李二柱说：“我想算那个给我邪玉的神秘人，他到底是谁？为啥要这么做？”老头一听，眼神变得凝重起来。他仔细端详了李二柱一番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事儿说来话长啊，那你快说呀，别磨蹭。”李二柱催促道。老头这才开口：“那个神秘人其实是你前世的仇家，他因为前世跟你结怨，所以今生要报复你。那块邪玉就是他用来害你的工具。”李二柱一听，愣住了：“啥？我前世的仇家？这也太离奇了吧！”
老头说：“不离奇，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。你前世种下的因，今生自然得承受这个果。”李二柱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跟自己的前世有关。他想了想，又问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报复吗？”老头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你可以反抗，但要想彻底摆脱他的纠缠，你必须找到他，跟他了结这段恩怨。”李二柱咬了咬牙：“好，那我就去找他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他了结这段恩怨。”老头点了点头：“有这个决心就好。不过你得记住，找到他之后，千万不要冲动，要用智慧和勇气去战胜他。”李二柱告别了老头，踏上了寻找神秘人的征途。他走过了千山万水，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山谷里找到了神秘人的踪迹。那神秘人穿着一身黑袍，脸上戴着面具，看起来就像个幽灵。他站在山谷的尽头，冷冷地看着李二柱。李二柱一步步走向他，冷冷地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”神秘人冷笑一声：“哼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不过你以为你能打败我吗？”李二柱说：“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今天咱们就来个了断。”说完，李二柱挥拳冲向神秘人，两人瞬间打在了一起，拳风呼啸，尘土飞扬。然而神秘人的武功实在太高，李二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李二柱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起不来。神秘人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哼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跟我了断？真是笑话！”李二柱趴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败得这么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老头的话，要用智慧和勇气去战胜他。李二柱心里一动，突然有了个主意。他趴在地上，假装求饶：“神秘人，我认输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作对了。”神秘人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算你识相。不过你得把你的命交给我，我才能放过你。”李二柱说：“好，我把我的命交给你。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咱俩到底有啥恩怨？为啥你要这么害我？”神秘人冷笑一声：“哼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你前世是个恶霸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我因为看不惯你的所作所为，所以跟你结怨。今生我就是要报复你，让你尝尝被人欺压的滋味。”李二柱一听，愣住了。他没想到自己前世竟然是个恶霸。他想了想，又说：“那你现在报复也报复了，咱俩的恩怨就算了吧。你以后别再找我麻烦了，行不？”神秘人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咱俩的恩怨没那么容易就算了，你必须为你的前世付出代价。”说完，神秘人就要动手。李二柱一看，心里一横，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抱住神秘人，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推向了山谷的悬崖。神秘人没想到李二柱会来这一手，猝不及防之下，被李二柱推下了悬崖。只听啊的一声惨叫，神秘人就消失在了山谷之中。李二柱看着神秘人消失的地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这段恩怨。他站在原地，久久才转身离开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诡异的事儿，也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神秘人的消息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瓦匠去干活，突然听到员外夫人密谋，稳婆说夜里别睡觉。哎，老赵啊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柳员外家可是出了件大事儿。啥大事儿？你可别跟我这儿卖关子，赶紧说说。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柳员外家的夫人那肚子里的孩子可不太对劲儿。哟，
这话怎么讲？我也是听我那在柳家做工的远房亲戚说的，说是那夫人怀胎10月了，愣是一点动静没有。这不，昨个还从城里请了位稳婆来，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在捣鼓啥。这日头正毒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都躲在树荫下乘凉，闲聊间就扯到了柳员外家的事儿上。要说这柳员外，可是咱们这10里8乡有名的大户，家大业大，平日里待人也算和善。可如今他夫人这事儿一出，村里是议论纷纷，人心惶惶。赵瓦匠就是咱们故事的主角，他正巧这2天被柳员外家请去修缮屋顶。要说这赵瓦匠手艺那是一绝，村里谁家的房子有个啥问题，找他准没错。这不，一听柳员外家有事儿，他二话不说就去了。到了柳员外家，赵瓦匠放下家伙绳儿，刚准备上屋顶，就听见后院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谈话声。他好奇地循声望去，只见柳员外和夫人正站在廊下，和一位衣着光鲜的稳婆说着什么。哎呀，夫人啊，这事儿可真不好说。您这肚子里的孩子，按说早该出生了，可到如今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怕是不祥之兆啊。稳婆的声音带着几分迟疑和惊恐。柳员外一听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柳家世代行善积德，怎会有不祥之兆？夫人也是一脸愁容，她轻轻拉了拉柳员外的衣袖，低声道：老爷，您别激动，还是听听稳婆怎么说吧。稳婆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夫人这胎怕是中了邪。我昨个夜里替夫人把了脉，那脉象忽强忽弱，时有时无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。什么？柳员外闻言不禁倒退了一步，眼中满是惊恐。赵瓦匠躲在暗处，听着这番对话，心里也是直犯嘀咕。他干这行这么多年，也听说过不少奇闻异事，但像今天这样的，还真是头一回遇见。正当他准备悄悄离开时，夫人突然提高了嗓音：稳婆，那你可有办法解决？稳婆沉吟片刻，道：法子倒是有，但得夫人您配合。今夜子时，您独自一人到后院的老槐树下，点上3炷香，默念咒语。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看到什么景象，都千万不要回头，也不要说话。等香烧完，自然会有转机。夫人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但随即又坚定地点了点头：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赵瓦匠听到这里，心里已是七上八下。他心想，这柳家的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于是他决定今晚留下来看个究竟。夜幕降临，柳家上下都早早熄了灯，一片寂静。赵瓦匠悄悄溜到后院，躲在一棵大树后，目光紧盯着那棵老槐树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终于子时的钟声敲响了。夫人果然穿着一身素衣，手里捧着3炷香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老槐树下。她按照稳婆的吩咐，点上香，开始默念咒语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，仿佛有无数的鬼影在树后晃动。夫人浑身一颤，但还是强忍着没有回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而诡异的声音在夫人耳边响起：夫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为何要背叛我？夫人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却硬是一句话也没说。她紧紧地盯着眼前的香，祈祷着它能快点烧完。那声音似乎怒了，变得更加尖锐刺耳：夫人，您可别后悔。您要知道，这孩子的命可是掌握在您手里。夫人终于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但她还是咬着牙，坚持着没有回头。就在这时，赵瓦匠突然发现，那3炷香的火苗开始变得忽明忽暗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作祟。他心中一紧，知道这事儿不妙。
就在这时，夫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，那黑影迅速向他扑去。夫人惊呼一声，终于忍不住回过了头。然而，当他看清那黑影的真面目时，却愣住了。那黑影竟是柳员外。老爷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夫人惊讶地喊道。柳员外却像是没看见他一样，只是呆呆地盯着那3炷香。突然，他猛地扑上前去，一把将那香给熄灭了。哼，想害我柳家的骨肉，没那么容易。柳员外冷哼一声，脸上满是狠厉之色。夫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柳员外搞的鬼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柳员外骂道：“你这个禽兽，你怎么能对自己的骨肉下手？”柳员外却不为所动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哼，夫人啊夫人，你可知这孩子的来历？他根本就不是我柳家的血脉，我柳家世代单传，怎能容得下这等孽种？夫人闻言如遭雷击，她这才明白，原来柳员外早就知道了真相，却一直隐忍不发，直到今日才露出真面目。就在这时，稳婆突然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她看着柳员外和夫人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哎，作孽啊！夫人，您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家吧，这柳员外已经不是人了。”夫人闻言泪如雨下，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在这个家待下去了，于是转身就要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原来是柳家的家丁们听到了动静，赶来查看。不好，快走！稳婆一把拉住夫人，向后门跑去。赵瓦匠见状也赶紧跟了上去。他心想，这事儿自己既然已经掺和进来了，那就得管到底。3人一路狂奔，终于逃出了柳家。然而当他们回头望去时，却发现柳家的宅子已经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黑雾中。哎，这柳家怕是要遭大难了。稳婆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忧虑。夫人则是早已泣不成声，她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，只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那个曾经温暖的家了。至于赵瓦匠，他则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查清这柳家的真相，还夫人一个公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柳家的事儿也渐渐地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村民们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柳员外作恶多端，遭到了报应，有的说是夫人不守妇道，引来了灾祸。但真相到底如何，却无人知晓。赵瓦匠则开始四处打听关于柳家的消息。他先是找到了那位远房亲戚，从他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柳家的秘密。原来柳员外年轻时曾为了争夺家产，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兄弟。这事儿虽然被压了下来，但村里还是有不少人知道。赵瓦匠又找到了几位曾经在柳家做工的老人，从他们口中得知，夫人怀孕期间，柳员外曾多次请人算命，得到的却都是凶兆。这让他对夫人和孩子更加厌恶和忌惮。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赵瓦匠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柳员外的贴身小厮。这小厮曾亲眼目睹了柳员外与稳婆密谋的全过程。原来那稳婆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稳婆，而是柳员外找来的一个江湖骗子。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害死夫人和孩子，然后伪造一场意外，让柳员外摆脱嫌疑。赵瓦匠听完这番话，心中已是怒火中烧。他发誓一定要让柳员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于是他开始暗中搜集证据，准备将柳员外告上公堂。然而这事儿却并不容易。柳员外家大业大，在官府里也有不少关系。赵瓦匠几次上告，都被以各种理由驳回。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，一个神秘人物出现了。这人自称是夫人的远房亲戚，愿意帮他一起揭露柳员外的罪行。原来这神秘人物也是一位江湖人士，
他早就看不惯柳员外的所作所为，于是他决定出手相助，帮赵瓦匠一把。在神秘人物的帮助下，赵瓦匠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。他将证据呈交给了官府，要求严惩柳员外。经过一番审理，官府终于认定了柳员外的罪行，他被判处流放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乡。而夫人和孩子则在神秘人物的帮助下，安全地离开了这个伤心的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赵瓦匠看着这一切，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知道自己虽然只是个普通的瓦匠，但也能用自己的力量为正义发声。这事过后，赵瓦匠在村里的名声更大了，大家都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汉，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。而赵瓦匠呢，也只是笑笑不语，继续干着自己的瓦匠活。至于柳员外家那栋曾经辉煌一时的宅子，如今已是人去楼空，杂草丛生。村民们每次路过那里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，感叹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。这事儿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，可谁成想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那日，赵瓦匠正和几个工友在村头喝酒，突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。他满脸惊恐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鬼呀，鬼呀！”赵瓦匠一看，这不是柳员外家的老管家吗？他咋成这副模样了？老张头，你这是咋了？咋跟见鬼了似的？赵瓦匠一把拉住老张头，问道。老张头浑身哆嗦着，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废弃的庙宇，颤声道：“我刚才从那儿经过，看见柳员外了。”啥？赵瓦匠闻言不禁愣住了。柳员外不是被流放边疆了吗？咋会出现在这儿？老张头见赵瓦匠不信，急得直跺脚：“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还朝我招手呢，可等我跑过去，人就没了。”赵瓦匠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事儿不对劲儿啊。于是他决定去那座庙宇看看，到底有啥猫腻。到了庙宇前，赵瓦匠发现这里已经破败不堪，门窗都破了，院子里长满了杂草。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生怕惊动了什么。然而刚走进大殿，他就觉得一股阴风扑面而来，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他环顾四周，只见大殿里空荡荡的，啥也没有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赵瓦匠，你终于来了。”赵瓦匠猛地回头，只见一个黑影站在大殿的角落里，正冷冷地看着他。那黑影的模样，赫然就是柳员外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”赵瓦匠惊恐地问道。柳员外却仿佛没听见一样，只是缓缓地走到了大殿中央，然后停下了脚步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天花板上的壁画，眼中满是怀念和哀伤。“你知道吗？这庙宇曾经是我柳家的祖庙。”柳员外突然开口说道，声音中带着几分沧桑和凄凉。“我柳家世代行善积德，却没想到我这一代却出了这等孽种。”赵瓦匠闻言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柳员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事儿。你到底想干啥？”赵瓦匠壮着胆子问道。柳员外却没有回答他，只是继续说道：“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夫人和孩子，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，可是我却亲手毁了他们。我为了争夺家产，害死了自己的亲兄弟，为了掩盖罪行，我又对夫人和孩子下手。我真是个畜生。”说到这里，柳员外突然跪在了地上，双手捶打着胸脯，痛哭流涕。赵瓦匠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没想到柳员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悔悟，可是就算他再悔悟，也改变不了他犯下的罪行啊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庙宇外传来一阵喧闹声。
赵瓦匠赶紧跑了出去，只见一群村民正手持火把，朝着庙宇赶来。赵瓦匠，听说这儿有鬼，是真的吗？领头的村民问道。赵瓦匠摇了摇头，道：没啥鬼，就是柳员外在这儿。啥？柳员外？他咋会在这儿？村民们闻言都愣住了。赵瓦匠叹了口气，将刚才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村民们。村民们听完都唏嘘不已，他们没想到柳员外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。只见柳员外突然从庙宇里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朝着村民们扑去。快跑！他要杀人啦！村民们惊恐地喊道。赵瓦匠见状，赶紧挡在了村民们面前。他一把抓住柳员外的手腕，用力一甩，将他甩出了老远。你疯了，还想害人！赵瓦匠怒喝道。柳员外却仿佛没听见一样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，眼中满是绝望和痛苦。我只是想见见夫人和孩子，我只是想跟他们道个歉。柳员外喃喃自语道。赵瓦匠闻言心里不禁软了下来，他知道柳员外现在已经是个疯子了，他做的事儿已经不再是出于本意了。于是他叹了口气，对村民们说道：大伙儿，算了，咱们走吧。他已经是个疯子了，就别再跟他计较了。村民们闻言都点了点头，他们知道赵瓦匠说的对，于是纷纷转身离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只见夫人带着孩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她看着柳员外，眼中满是复杂和矛盾的情绪。你真的想见我们？夫人问道。柳员外闻言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。是的，我想见你们，我想跟你们道歉。夫人看着柳员外那副模样，心里不禁有些动容。他知道柳员外现在已经是个疯子了，他做的事儿已经不再是出于恶意了。于是他叹了口气，缓缓地走到了柳员外面前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？夫人问道。柳员外连连点头道：是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时间来弥补我的过错。夫人闻言心里不禁有些感慨，她知道柳员外现在已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了，他做的事儿已经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。于是他决定给柳员外一个机会，让他重新开始。那好吧，你就先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夫人说道。柳员外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的光芒，他赶紧点了点头，跟着夫人和孩子一起离去了。村民们看着这一幕，都纷纷感叹不已。他们没想到这事儿竟然会有这样的结局。而赵瓦匠呢，也只是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去。他知道这事儿虽然已经结束了，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反思却是永远不会结束的。然而就在众人以为这事儿已经彻底结束的时候，却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转。那日，夫人正在家中做家务，突然一个神秘人物闯了进来。他自称是柳员外的亲信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夫人。夫人闻言，心中不禁有些疑惑。她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啥来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告诉自己啥事儿。于是她决定先听听再说。只见那个神秘人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了夫人。夫人接过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夫人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暗中保护你和孩子。我知道柳员外对你们下手了，但我却无能为力。现在我已经找到了可以证明柳员外罪行的关键证据，你拿着这封信去找官府吧，让他们为你们主持公道。夫人看完信，心中不禁大惊。她没想到这个神秘人物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还带来了这么重要的证据。于是她赶紧拿着信找到了赵瓦匠。赵瓦匠一看信，
心中也是大惊。他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隐情和反转，于是他决定再次出手，帮夫人一把。他带着夫人和神秘人物找到的证据，找到了官府。经过一番审理和调查，官府终于认定了柳员外的罪行，他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这事儿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夫人和孩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和照顾。而赵瓦匠呢，也因为他的勇敢和正义，得到了村民们的尊敬和赞扬。然而，这事儿虽然结束了，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反思却是永远不会结束的。它让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做人一定要行善积德，不能为了私利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否则最终只会落得个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的下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